家好，欢迎收看本周的一周多情。越接近小孩出生，文章就越紧张，甚至无法入睡。家纯强迫他吃下安眠药。半夜，家纯发现文章不见了，赶紧起身找人。此时，文珍的房里传出尖叫声，原来是文章吃了安眠药后梦游，跑进文珍房里抱着佳瑶睡，自己却一无所知。威廉查看了大庆手机，听到大庆和产婆的对话录音，察觉到成功很可能是大庆的亲生儿子，急忙删掉录音，心想不能被别人发现这个秘密。随后，威廉找上成功，和他起了争执，还借机确认成功的新型胎记，撂下狠话后离开。云嫂追出去，威廉表示自己已经知道成功是大庆的儿子。文珍想着家纯的警告和佳瑶的怪异行径，越想越没安全感。此时 Carol 来，文珍向他诉苦 ，Carol 心里暗笑，表面上还是安抚文珍，要文珍改脾气，同时兼顾佳瑶面子，最好郑重地向佳瑶道歉。文珍听完后感谢 Carol 真是好闺蜜。威廉准备接受产婆儿子的威胁，开了张500万支票，云嫂来直接撕掉支票。云嫂向产婆儿子表示，当初自己也在场，威廉绝对是大庆儿子，如果还要威胁威廉，就报警处理。产婆儿子被吓得一愣一愣，落荒而逃。威廉将云嫂对他的好看在眼里，心情很是纠结。这天，佳瑶以为家里没人，偷偷带 Carol 回来，两人在房间里亲热起来。突然听到外面好像有动静，佳瑶起来查看，突然房门一开，竟然是文章又梦游了，快把佳瑶和 Carol 吓死。还好文章是梦游状态，没看到他们。Carol 赶紧拿了衣服要离开。这时客厅有钥匙开门声 ，Carol 在慌乱之中躲了起来。原来是家纯不放心文章提早赶回来。佳瑶告知文章又梦游进他的房间，家纯赶忙进去 ，Carol 才得以解困。志成夫妻和友人们用餐，大家拱志成亲小安，配音突然闯进来，小安气得要教训配音，志成反念了小安，小安觉得没面子，便冲了出去。在门口遇到张婷，要张婷快载他离开。后来张婷载小安回自己家，小安好奇张婷怎么没搬家，张婷表示这里有他和小安的回忆。面对张婷的示爱，小安仍表示等张婷变有钱再说。同事们帮陈浩和佳瑶庆生，突然来了个小朋友拿着蛋糕喊爸爸，文珍一巴掌先打向佳瑶，佳瑶觉得莫名其妙。迟迟询问完小孩后，小孩表示自己的爸爸叫陈浩，众人讶异。不久后，小孩的妈妈现身，竟然是陈浩的前女友 Judy。Judy 号称小孩是陈浩的，留下电话给陈浩后带走小孩。陈浩想向思思解释，思思顿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一早，贵妇来电要张婷陪吃饭，小安跟去，并坐在另一桌用餐。贵妇约了记者来，记者向贵妇打听八卦，贵妇便将昨天志成和小安的事告诉记者，还不忘加油添醋。小安忍不住过来赶走记者，并和贵妇吵了起来。张婷为了维护小安，不惜和贵妇翻脸。思思将庆生会上发生的事告诉惠红，惠红开导思思，觉得现在的陈浩和以前不一样，思思只是当局者迷。后来思思想通了，主动打电话给陈浩，表示愿意和他一起面对，夫妻俩重归于好。不久后，小安要张婷载他回志成家，在路上打给佑珍，才知道志成出了车祸。张婷知道小安担心志成，二话不说就往医院驶去。小安觉得志成是因为他才车祸，应该要原谅志成才对。但到病房后，竟然看见他和配音一起躺在床上，当下火又上来，却被佑星拉走。佑星自责是自己没照顾好配音，希望小安先别打扰志成休息。小安打了佑星一巴掌，却也被出来的配音打。小安回病房后，听见志成睡梦中叫着配音的名字，心里更是火大。
朱迪来杨家开了几项条件，陈浩表示只要通过 DNA 证明就会接受条件，但朱迪不肯接受，硬是要陈浩负责。没多久后，朱迪直接找记者爆料陈浩始乱终弃，许多客户都选择不跟杨氏物流续约。文珍和佳瑶趁机要陈浩下台负责。佑真带张庭回家，要志成聘张庭当司机。志成原本想拒绝，但小安表示为了志成的安全，他也赞成聘请司机。志成只好同意。这天，威廉来探望大庆，并嘲弄着他。大庆突然被摇醒，还好医生告知，大庆虽然清醒，但不能说话和行动。威廉随后将大庆安排到简陋的安养院，嚣张地消遣大庆后离去。云嫂忍不住向大庆下跪认错，也告知威廉是他的孩子，但大庆只能静静流泪。云嫂找上成功和佑星，表示自己最近会去安养院做义工，询问成功和佑星是否有意愿参与。成功和佑星答应。云嫂心想，至少让成功和大庆有所接触，以减轻自己的罪恶感。成功和佑星带着配音，跟着云嫂到安养院做义工，忽然发现大庆已经清醒，但不能言语和行动，觉得威廉太没良心，竟然将大庆丢在简陋的安养院。突然间，配音认出大庆就是当年和佑哥吵架的人。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多情，想要更快速了解多情城市，下周也别忘了持续锁定一周多情。喜欢的朋友们也请记得分享出去哦。